有个郎中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，叫是药郎中。什么意思？药有没有用不知道，先拿病人试试。最讽刺的是，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试药，却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会死。更荒唐的是，镇子里所有人都知道他叫是药郎中，可生病以后，大家还是排着队去找他。谁都知道他在拿人试药，谁都觉得自己不会是那个倒霉的人。后来他真的治死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叫活鬼。别被名字骗了，和典里的活鬼不是活人变成的鬼，他从一开始就是鬼。因为张南庄写的本来就是一个鬼的世界，只是这个鬼世界每一件事都像极了人间。你以为和典是在讽刺这个郎中？不是，和典最大的讽刺就是整个鬼世界没有一件事不像人间。真正可笑的是，活鬼一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，都觉得自己一点错都没有。他怪郎中，怪命，怪老天，就是没有怪过自己。直到读完整本和典，我才发现，张南庄真正写的从来不是鬼，而是每一个永远觉得自己没有错的人。活鬼觉得自己最冤，舅妈觉得自己最辛苦，和尚觉得自己只是自保，阎王觉得自己秉公执法。做得越高，越容易把自己的立场当成天下的公道。后来连活死人自己也慢慢觉得自己的每一个选择都没有问题。整整一本和典，几乎没有一个鬼承认过自己错了。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一个人做了坏事，而是他总能给自己的每一个决定找到一个听起来十分合理的理由。于是每个人都把自己演成了好人，每个人都觉得错的是别人。写下这本书的人叫张南庄，关于他的生平留下来的资料少得可怜，就像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。可他却留下了一本200多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依然让人后背发凉的小说。他没有写妖魔鬼怪，他写的是人的脑子。他发现了一个几乎所有人都会掉进去的陷阱。人这一辈子最大的危险，不是遇见坏人，而是一直活在自己的剧本里。你觉得自己受了委屈，别人觉得自己只是讲了实话。你觉得老板故意针对你，老板可能觉得自己只是正常管理。你觉得父母控制欲太强，父母却觉得他们是在为你好。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剧本里把自己演成了好人，于是每一个人都觉得错的是别人。鲁迅评价和典时说过一句话，谈鬼物正像人间，很多人只理解了一半。真正像人间的不只是那些荒诞的规矩，而是那些鬼和我们一样从来不觉得自己错。今天我们就跟着活死人的一生，看6只鬼，也看6种我们最熟悉的人。不过在正式开始之前，我们先弄明白和典最特别的地方。它和聊斋不一样，聊斋写的是人遇见鬼，和典写的是整个世界本来就是鬼，鬼娶鬼，鬼生鬼，鬼做官，鬼做生意，鬼拜神，鬼打仗。每个人都有一个荒唐的名字，活鬼、活死人、死鬼、串串鬼、黑漆大头鬼。可别被这些名字骗了，张南庄从来不是在写鬼，他只是把所有人都画成了鬼。因为在他眼里，鬼就是人。也许看到最后你会发现，真正困住一个人的从来不是别人，而是那个一直相信自己没有错的自己。第一个故事就从活鬼开始。他很有钱，准确地说，他穷得只剩下钱。他和老婆死鬼一直没有孩子，于是到处烧香拜神，求神仙赐子。
在和典的世界里，神仙当然也讲规矩。火鬼几乎把附近的庙拜了一个遍，今天拜送子娘娘，明天拜观音菩萨，后天又去拜土地公。奇怪的是，空着手去的时候，神仙个个忙得很，连香火都顾不上闻。等他抬着金银纸马再去，神仙忽然全都有空了。庙里的和尚笑脸比菩萨还慈悲，小鬼跑得比善财童子还快，好像神仙不是听见了祈祷，而是看见了银子。火鬼花了很多钱，终于如愿生下一个儿子，名字却起得极其荒唐，活死人。这个名字好像从一开始就在提醒读者，有些人虽然活着，其实早就困在自己的执念里了。可就在儿子出生没多久，火鬼突然病倒，家里请来了试药郎中。郎中只说了一句话，药方都是祖传的，至于吃下去是活是死，那就看你的命。火鬼居然信了，好像只要排队的人够多，荒唐就会变成真理。更离谱的是，整个镇子的人也都信了。几副药下去，火鬼真的死了。和典里的鬼和人一样，会生会老会死，张南庄只是把人间整个搬到了鬼的世界。第二天，试药郎中的门口队伍一点也没变短。有人摇着头说火鬼命不好，却没有一个人想过会不会是郎中的药不好。原来很多时候，一个人不是相信真相，而是相信倒霉的人永远不会是自己。很多人读到这里会觉得他死得冤，可真正荒唐的地方现在才刚刚开始。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，火鬼依然觉得自己一点错都没有，因为在他的剧本里，花了钱就应该得到结果，花钱求子，孩子有了；花钱治病，自己就应该活下来，没有活下来，那一定是郎中的问题，是命的问题，是老天的问题，唯独不可能是自己的问题。这就是火鬼的剧本，也是很多人的剧本。和典第一只鬼死于一碗药，现实里更多的人死于一句话，我没有错。第一只鬼不是死在药里，而是死在自己的剧本里。真正杀死他的不是那碗药，而是那句我没有错。可如果你以为和典只是写一个活鬼，你就上当了。真正该害怕的是第二种鬼，活鬼到底冤不冤？如果你现在问大多数人，他们都会说冤。辛辛苦苦赚了一辈子的钱，好不容易求了一个儿子，结果孩子刚出生，自己却病死了。怎么看都是命运不公。可张南庄偏偏没有这样写，他没有把活鬼写成一个可怜人，而是写成了一个一直在生气的人。他病倒以后，请来的郎中叫试药郎中，这个名字已经是在开玩笑了。所谓名医，不过是拿病人试药，可活鬼根本不在乎这些，他在乎的是另一件事。我花了钱，你为什么没有把我治好？他相信钱可以买来结果，所以每一次事情没有按照自己的期待发生，他第一反应不是看看自己有没有判断失误，而是觉得别人对不起自己。神仙没有保佑是神仙的问题，郎中没有治好是郎中的问题，命运不好是老天的问题。他一直在寻找责任，却从来没有把目光放回自己身上。直到最后咽下那口气，他嘴里想的还是一句话，凭什么是我？看到这里，你可能觉得这有什么问题？人遇到倒霉事本来就会这样想，可真正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。一个人如果永远相信自己是受害者，他就永远不会成长，因为在他的剧本里，所有错误都来自别人。张南庄没有骂活鬼一句，他只是轻轻把这个鬼放在那里，让你自己去看。你会发现他不是坏，他只是一直相信自己没错。有时候困住一个人的不是遭遇，而是那个永远替自己开脱的大脑。现实里这样的人其实很多。晚上10点，
公司已经下班，一个40岁的男人坐在客厅，电视亮着，声音很小，根本没人看。老婆把饭热了3遍，微波炉叮了第4次。他还盯着下午那句话。孩子拿着作业站在旁边，小声叫了一句爸爸。他没有回应。他脑子里反复播放着下午开会时的一幕。领导皱了一下眉，说了一句：这个方案再改改。就这一句话，他一路想到现在。他越想越委屈，越想越觉得领导故意针对自己。3天以后，领导已经开始安排下一个项目，甚至早就忘了那场会议。可他还在想，如果当时我回那一句就好了，如果我早点解释就好了，如果不是领导偏心，我早就升职了。你看，他真的输给领导了吗？未必。他真正输给的是自己写好的那个剧本。在那个剧本里，他永远是最委屈的人，所以任何事情都只能证明一句话，都是别人错。一个人开始解释世界的时候，就已经停止改变自己了。剧本一旦写成受害者，你就再也不会是解决问题的人。火鬼虽然死了，可核点的故事才真正开始。因为在核点里，一个鬼死了，并不代表人性的荒唐结束。真正荒唐的是活着的那些鬼。很多人第一次读到这里，以为接下来要讲鬼魂，要讲阴曹地府。可张南庄没有，他马上把镜头转回了活人，准确地说，是留在阳间的那群人。火鬼刚断气，土地公、小鬼、邻居一个接一个上门，嘴上都说着节哀顺变，眼睛却一直盯着火鬼留下来的家产。有人暗示要打点神仙，有人提醒要孝敬鬼差，有人说这是为了以后母子平安。每个人说的话都很好听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在帮忙，可真正流向的都是同一个地方，钱。此鬼一开始舍不得，她觉得丈夫刚死，凭什么还要送钱？结果没过几天，家里接二连三出事，厨房着火，大门被砸，夜里怪声不断。等她终于拿出银子，银子刚送出去，小鬼脸上的表情比烧纸还快。银子刚放下，神仙立刻就消气了。原来神仙也支持扫码支付。第二天，庙里的香火比昨天还旺，没有人因为神仙收钱而失望，大家只是希望今天轮到自己。读到这里，你是不是觉得这群鬼真坏？先别急，你再往后看一步，那些收钱的小鬼真的觉得自己在做坏事吗？未必。在他们眼里，这就是规矩。别人都送，你为什么不送？别人都懂事，你为什么不懂？他们甚至会觉得自己是在教你做人。于是你发现，核点里面最可怕的地方，不是谁欺负谁，而是每一个人都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。火鬼觉得自己最冤，小鬼觉得自己最合理，土地公觉得自己最公平，没有人认为自己错了。于是一个荒唐的世界就这样正常地运转了起来。在核点里，最厉害的法术从来不是腾云驾雾，而是把不要脸说成天经地义。核点里还有一个更狠的细节，活死人后来流落街头，遇见一个叫串串鬼的人。串串鬼拍着胸脯说，兄弟，你放心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，咱俩谁跟谁。活死人感动地把身上仅有的盘缠都给了他。结果串串鬼拿着钱转身就去买了自己的前程。活死人后来找到他对峙，串串鬼翻脸不认人，你有证据吗？你自愿给我的，又不是我偷的，你看连骗子都觉得自己有理，是你自己蠢，怪谁？骗子最成功的时候，不是骗到了钱，而是他让你相信是你自己选择了被骗。现实里这种画面每天都在发生。一个年轻人第一天进公司，师傅拍拍他的肩膀说，以后机灵一点，领导来了记得先倒水。他心里不服，我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来端茶倒水的。可半年以后，公司来了新人，他甚至忘了半年前自己最讨厌的就是这一句话。
他说的第一句话也是：年轻人要懂点规矩，领导来了记得倒水。他不是突然变坏了，他只是开始演另一个角色了。而且他还觉得自己是在帮助新人成长。人最容易掉进去的陷阱，从来不是恶，而是相信自己一直是对的。所以真正值得害怕的，不是遇见一个坏人，而是有一天你也开始毫无察觉的把别人的痛苦当成了理所当然。可接下来出场的那个女人比这些鬼更有意思。她天天打一个孩子，却一直觉得自己是在替这个孩子好。她就是活死人的舅妈。第二只鬼从来不是舅妈，而是那句我是为你好。活死人后来真的变强了，可何典真正想写的并不是一个弱者逆袭的故事，而是一个更残酷的问题：为什么很多受过委屈的人一旦拥有权力，最后反而活成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样子？一路跌跌撞撞之后，活死人终于拜入鬼谷先生门下，学会了谋略，学会了识人，也学会了如何赢。几年之后，阴间大乱，黑气大头鬼起兵反抗阎王，整个鬼界人人自危。阎王没有亲自出手，而是把兵权交给了活死人。从一个四处碰壁、人人欺负的少年，到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元帅，他终于站到了权力的一边。很多人读到这里，会觉得这是苦尽甘来，是命运终于给了他一个公道。可张南庄真正讽刺的，不是活死人赢了，而是从这一刻开始，他看世界的方式悄悄变了。以前他站在下面，看见的是欺压；现在他站在上面，看见的是秩序。以前他讨厌别人命令自己，现在他开始命令别人。以前他觉得规矩害人，现在他开始维护规矩。你说他变坏了吗？未必，他只是开始站在另一个位置看待同一件事。他终于活进了另一个剧本。原来很多人口中的原则，只是屁股决定的位置。在他的剧本里，自己不是压迫别人，而是在维护稳定；不是替阎王卖命，而是在守护天下；不是让别人牺牲，而是在顾全大局。于是他每一次挥刀都觉得自己没有错，每一次下令都觉得自己是在主持公道。直到这一刻，你才会发现何典真正可怕的地方，不是谁赢了，而是不管站在哪一边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代表着正义。现实里，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。一个年轻人刚进公司时，最讨厌领导天天开会，最讨厌考勤打卡，最讨厌一句一句汇报工作。他曾经发誓，如果有一天自己当了主管，一定不会这样。可1年以后，他升职了。第一天，他笑着对大家说，以后都是兄弟，有问题直接找我。1个星期以后，他开始每天查看考勤记录。1个月以后，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变成了，这是公司的制度。3个月以后，他坐在会议室里，对着一个新人说，我现在严格一点，也是为了你好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语气真诚，没有一点恶意。因为在他的剧本里，他真的觉得自己是在帮助别人。权力最可怕的地方，是让人失去自己曾经是谁的记忆。可坐在对面的新人，心里想的却是，这个领导怎么和以前那个一模一样。真正可怕的，从来不是权力，而是人一旦拥有了权力，就很容易忘记自己曾经也是那个被批评、被命令、被忽视的人。小时候，你最讨厌父母控制自己；长大以后，你开始控制孩子。年轻时，你最讨厌领导画饼；后来，你开始给下属讲情怀。以前，你最讨厌别人摆架子；后来，别人见你也要提前预约。不是因为人突然变坏了，而是因为人开始相信自己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对的。活死人如此，我们也是如此。人最大的变化，不是坐上那个位置，而是坐久了以后，开始忘记自己也曾站在下面。可如果说权力改变的是一个人的位置，那么接下来出现的东西改变的就是人心。因为真正比权力更容易让人失控的，从来不是权力，而是利益。当利益摆到桌面上的时候，每个人都会觉得
自己才是最公平的那一个。第三只鬼是权力，权力不会改变一个人，它只会让一个人忘记自己曾经是谁。利益出现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才是最公平的人。如果说权力改变的是一个人的位置，那么利益改变的就是一个人的立场。何典接下来的故事比战争更真实，也比鬼怪更讽刺。因为张南庄终于把镜头对准了一个所有人都逃不过的话题——分钱。活鬼死后，家里的亲戚很快聚到了一起。刚开始每个人都客客气气，有人说一家人千万不要为了钱伤了和气，有人说孩子还小，应该多替孩子考虑，还有人说长幼有序，一切按照规矩来，每一句话都说得冠冕堂皇。可等到真正开始分家产的时候，整个屋子的气氛一下子变了。有人翻起20年前的旧账，有人开始计算这些年谁付出的更多，有人觉得自己照顾老人最辛苦，有人觉得自己吃亏太久，上一秒还在互相谦让，下一秒已经争得面红耳赤。老人的遗像还没挂好，房子的价格已经算清了，所有人都说自己是在尽孝，可真正争的从来不是老人，是老人留下来的东西。可真正有意思的不是他们争，而是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在抢，他们都觉得自己只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。有人觉得自己是在维护公平，有人觉得自己是在争一口气，有人觉得自己只是不能再吃亏。于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有错。看到这里，你会发现何典最厉害的地方不是把人写坏了，而是把每个人心里的理由都写得特别合理。因为真正让关系破裂的从来不是利益本身，而是每个人都坚信自己的公平才是真正的公平。现实里这样的画面比小说更常见。医院走廊里，老人还在抢救，病房门外4个孩子眼圈通红，医生刚刚离开，病房里的心电图还在响，门外已经开始讨论房产证，所有人都在说一定要全力救，可1分钟以后话题已经悄悄变了。房子怎么办？存款怎么算？这些年是谁照顾的更多？20年前借的钱到底还没还？护士推着药车经过，以为他们是在商量治疗方案，其实他们讨论的是遗产。病房里抢救的是老人，门外抢救的却是每个人心里的利益。你说他们坏吗？未必，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更多。当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应该更多时，关系就已经结束了。创业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创业初期大家说的是梦想，分钱的时候大家说的是贡献，散伙的时候大家说的是合同，离婚的时候大家说的是公平。可当双方都觉得自己绝对公平的时候，这段关系其实已经结束了。所以真正毁掉关系的不是利益，而是每个人都开始相信自己代表着公平。钱最厉害的地方从来不是让人变坏，而是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在主持公道。可张南庄真正留到最后的还不是利益，因为利益最多让关系破裂。还有一种东西会让一个人连自己都认不出来，那就是他越来越相信自己永远不会错。真正的答案到最后一章才终于揭开。第4只鬼是利益。利益最可怕的地方不是让人翻脸，而是让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才最公平。读完整本《何典》，我终于明白，真正困住人的从来不是鬼，而是那个永远相信自己不会错的自己。而活死人自己也差一点成为最后一只鬼。活死人一路走来，见过太多鬼，他见过活鬼，见过小鬼，见过土地公，见过和尚，见过阎王，也见过那些为了利益争得不可开交的人。一开始他总觉得他们和自己不一样，
可一路走到最后，他才发现，自己也慢慢变成了他们中的一个。你以为你在看他们，其实是在看未来的自己。不是因为他突然变坏了，而是因为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对的。这时候你再回头看整本和点，会发现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。活鬼觉得自己没错，因为他觉得花了钱就应该得到结果。小鬼觉得自己没错，他觉得收钱只是规矩。土地公觉得自己没错，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在维持秩序。和尚觉得自己没错，因为他觉得自保没有错。阎王觉得自己没错，因为他觉得执法就是天理。那些争家产的人觉得自己没错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只是维护公平。后来连活死人自己也越来越觉得自己的选择没有问题。直到这一刻，6个故事终于连成了一条线。整本和点没有一个鬼承认过自己错了。张南庄真正想写的也从来不是鬼，而是人。因为现实里的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剧本里，站在自己的位置，看见自己的道理。于是每个人都把自己演成了好人。这也是为什么人和人之间最大的距离不是贫富，不是身份，不是能力，而是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看到的就是真相。可事实上，我们看到的很多时候只是自己的立场。和点真正可怕的地方也就在这里，他没有告诉你谁是坏人，他只是让你慢慢发现，原来每一个鬼都只是站在自己的剧本里。后来我忽然发现，和点里的鬼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不会飞，不会变，不会吃人，他们唯一的本事就是永远都有道理。原来最难战胜的鬼不住在阴间，住在人的脑子里。活鬼是什么？是那个永远觉得自己吃亏的同事。小鬼是什么？是那个相信规矩就是这样的中层。舅妈是什么？是那个打着为你好旗号的控制者。和尚是什么？是那个自保优先的朋友。阎王是什么？是那个我坐在这里就必须这样判的上位者。亲戚是什么？是那个我拿回自己的东西有错吗的身边人。6只鬼，6种角色，你身边有没有？最难发现的鬼不是别人，而是那个一直觉得自己不是鬼的人。而活死人自己差一点成为第5只。看到这里，和点的故事其实已经讲完了，可真正属于我们的故事现在才开始。不再讲鬼，不再讲故事，而是照一照我们自己的生活。因为你会发现，这6只鬼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，他们每天都活在我们的家庭里、办公室里、朋友圈里，也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。其实和点里的6只鬼从来没有离开过。如果你以为和点的故事到这里已经结束，那就错了。因为真正的和点根本不在书里，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。每天早上，一个丈夫和妻子因为一句话吵架。丈夫觉得自己拼命赚钱是为了这个家，妻子觉得自己操持家务也是为了这个家。2个人都觉得自己委屈，2个人也都觉得对方根本不理解自己。可他们都忘了一件事，对方也正在自己的剧本里。一个父亲坐在餐桌前，对着孩子大发脾气。他觉得自己是在教育孩子，希望孩子以后少走弯路。可孩子低着头，心里想的却是，他为什么从来不听我解释？父亲觉得自己是在爱，孩子却觉得自己一直在被否定。谁错了？也许都没有错，只是他们站在不同的剧本里。办公室里，一个主管批评员工，觉得自己是在培养人才。员工走出会议室，却觉得领导故意针对自己。回到家，2个人都会对家人说一句，今天真倒霉，碰到一个不讲理的人。朋友之间也是一样。借钱的人觉得
我最近真的困难，你应该理解我。借钱出去的人觉得我帮了你这么多，你为什么一点信用都没有？最后两个人都觉得是对方先变了。兄弟姐妹也是一样，有人觉得自己照顾父母最多，有人觉得自己付出的钱最多，有人觉得自己吃亏最多。于是每个人都拿着属于自己的理由证明自己没有错。和典里的6只鬼并没有住在阴间，他们每天都在家庭里，在公司里，在饭桌上，在微信群里，在每一次争吵里，一遍又一遍演着同样的戏。他们不是坏，他们只是活在自己的剧本里。最真实的冲突从来不是对错，是剧本不兼容。真正让关系走到尽头的，不是谁赢了，而是谁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剧本。听到这里，我想请你先别急着想别人，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人的脑子里已经浮现出了一个名字。你可能正在想，他说的不就是我那个领导吗？或者这不就是我前任吗？又或者我家里就有这样一个人，人最容易犯的错，就是一听到真相就开始想到别人。如果你正在这样想，和典真正想提醒你的那一刀，你可能刚好躲过去了。因为张南庄真正想问的从来不是谁是鬼，而是别人眼里的那个鬼会不会就是你。第6只鬼是你自己。你以为你在审判别人，其实你只是拼命保护那个永远没错的自己。有没有一种画面，你越说越激动，对方越来越沉默，最后你觉得自己赢了，对方却决定以后再也不跟你说心里话。你觉得自己是在讲道理，别人却觉得你是在咄咄逼人。你觉得自己是在关心孩子，孩子却觉得你是在控制他的人生。你觉得自己是在提醒伴侣，对方却觉得你是在不停否定他。你觉得自己是在维护公平，别人却觉得你只是想占更多便宜。最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，没有人会故意把自己活成反派，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剧本里把自己演成了那个最委屈、最善良、最正确的人。所以我们特别容易原谅自己，却特别擅长审判别人。和典真正照见的不是鬼，而是人的认知。它让我们第一次发现，我们眼里的事实也许只是自己的立场，我们以为的真相也许只是自己写好的剧本。当你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比书里的那些鬼多了一份清醒。可真正的清醒还差最后一步。真正的清醒不是发现别人像鬼，而是有一天你忽然发现自己也开始说出了那些鬼说过的话。下一次当你准备和别人争论的时候，请先不要急着开口，先停3秒，想象这样一个画面。深夜，客厅很安静，两个人面对面坐着，谁都没有说话，空气里还残留着刚才争吵过后的沉默。你已经准备好下一句话，准备证明自己是对的，准备告诉对方他到底错在哪里。就在开口之前，请先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现在看到的是真相，还是我自己的剧本？也许对方也觉得自己没有错，也许对方也正在自己的故事里把自己演成那个受委屈的人。这一刻你忽然就会明白，张南庄写了整整一本和典，其实只是在反复告诉我们同一句话。活鬼觉得自己没错，小鬼觉得自己没错，和尚觉得自己没错，阎王觉得自己没错，活死人后来也觉得自己没错。整本和典没有一个鬼承认过自己错了，所以他真正写的从来不是鬼，而是人。因为我们这一辈子最大的危险不是遇见坏人，而是一直活在自己的剧本里，把自己演成那个永远不会错的人。真正的清醒不是赢了每一次争论，而是终于发现原来每个人都在演自己的戏。鲁迅说的谈鬼物正向人间，
原来200年前就已经替我们写好了答案，只是我们从来不愿意承认，那个鬼有时候就是自己。是要囊中治错的只是一条命，而那个永远觉得自己没有错的人，会毁掉一段关系、一个家庭、一群朋友，甚至毁掉自己的一生。所以何典真正需要吃药的从来不是活鬼，而是那个一边看着别人吃药，一边觉得自己永远安全的旁观者，而是那个永远不肯怀疑自己的我们。读完何典，如果你开始怀疑自己的剧本，那么这本书就已经治好了第一种病。一本何典照见的不是鬼，而是人。如果今天这面镜子也让你看见了自己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下一本经典我们继续一起读，因为最难读懂的书从来不是历史，而是你自己那一页。因为真正改变一个人的往往不是一本书，而是读完以后多出来的那一点清醒。200年前，张南庄写下了一个是药郎中。200年后，我们终于发现，真正一直在试药的从来不是那个郎中，而是每一个总觉得下一个不会是自己的人。真正的毒药不在药丸里，一直都在人心里。而最可怕的是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有中毒，